Hello，大家好，这个边牙切硕模，或者称为芥末这个一个影片要给两岸朋友看啊，很多名词还要切换一下。不过我自己熟悉的当然是台湾这边的名词。那如果在大陆朋友发现我的名词不是你们惯用的，那就见谅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那当然是以台湾为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的一个语词嘛，这个有时候要切换也是蛮困难的。好，那我们这个影片呢，进入到第三个。那我们今天要量的呢，到底是什么？什么是 interwedding 的一个 capacitance？ 那我们之前有量了很多参数了，我们今天要量的重点在哪里？我们量了 C12， 我们来量你在变压器如果绕了一个线圈在的这个，然后在另外一边也绕了一个线圈，当然有所谓的什么三明治绕法啦，这种各种绕法我不管，反正你绕了线圈在同一个线圈上，然后两个线圈。应该说在同一个铁芯上，然后这个线圈之间它也会有所谓的寄生电容的一个产生。比如说两个线圈之间的寄生电容，我们称为叫做 C12。那我们今天来量一下 C12 该怎么去量它。那怎么量这个 C12 呢？我们来把这个等效电路再把它简化一点点，然后比较好理解。那我们就需要得到一个讯号可以直接从这边灌进来，然后从这边回去，对不对？我必须把左边的跟右边这些电感或电阻整个把它排除掉。那既然要把它排除掉，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们这些参数把它短路掉，把一次侧、二次侧之间的线圈呢，直接把它短路掉。所以呢，这个量测方法就会比较有趣一点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二次侧这边把它加一个短路的端子。那这个短路端子呢，也对到接到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量到我们整个一个这个两个线圈之间的耦合电容，不是说耦合电容，寄生电容。然后既然要知道怎么量之后，就相对就简单了。我们现在要量 C12， 那 C2 呢，我们只要用 one pole 的方法one pole 的方法，这个线过来呢，对一次二次侧这边其实是短路的是接过来，然后这个地再回去它是这样的一个接法，所以使用的是 one port 这样的一个接法。那你就可以量到这个电容量这边是法拉是电容量。那因为是要量电容，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波的100这个设备把它切为 CS 切为 CS， 那很简单，就这样的一个简单做法就可以了。只是说你要去产出这些端子，让它可以这样子接通常要自己做一点手工艺，这就考验大家的一个手工艺。但你只要有那个字距自己做好，这么一接那你就可以量到相对的一个这个寄生电容量 C12。 那你把它切换为 CS 之后，你就可以量到 C12 的一个它的电容量。那当然在不同的频段它是有不同的一个电容量的那比如说我们在看高频一点，看到3 mega 的这个地方3 mega， 那大概是 1.96 picofarad picofarad。 那这个地方它就会有所耦合关系，包含当然如果你有什么 EMI 在二次侧这边有些人会说我的变压器怎么隔离了还有讯号回来，事实上它透过这种电容是会耦合回来的所以这个电容是有时候我们在设计高频的一些应用的时候这些电容都是必须被考虑的那怎么去降低 C12 这个绕法是什么当然让大家自己去想想。我们这个影片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不管你怎么去改善它，但是改善完是多少，那我这边是教你怎么把它量出来，来做一方面的一个确认，以确保你的想法是有效或那个可行的，免得你说我这样做理论上可以改善，没有效有可能不是这个没有效，是根本你绕的方法并没有改善了这个 C12。 好，那我们来同样的要回顾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还没有量呢？我们接下来还有3个还没有量就是在自己线圈这primary side 的线圈它里面的寄生电容是多少， secondary side 这个线圈它自己的寄生电容是多少，以及这个铁芯的电阻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就由以后的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尽量把这个影片尽量缩短还是希望说这个不要太大的压力慢慢把它吸收。那你有时候囫囵吞枣不一定是好事嘛。那闽南话说吃紧弄破碗，吃饭吃得快打破碗的机会也快，那你放弃的也快，那学习是没意义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拜拜。